上一期我们建造了轰炸机，炸掉了黑森林下面的这一部分。那么在下面这个 BOSS 的隐藏房间我们也已经找到了。在打 BOSS 之前呢，我们先把这边的矿给收一下。我现在回到了家里，由于在打 BOSS 之前，我们先要把那个地下迷宫的这个门给打开，获得成就之后才能够打 BOSS， 否则这个 BOSS 是打不动的。我们这个插开头我们就不要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装备也给附个膜。由于打完那个地下迷宫的那个 BOSS， 我们还要去打墨色高塔的恶魂，所以呢，我们要准备一个有衰落保护的鞋子。这里呢，我还要把这个原石给它给浓缩一下。我们在打恶魂的时候，还需要准备大量的原石来做一个装置。这里呢，我为了不让这个原石占我的背包，所以呢，我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弄成巨大的原石，像这样摆成4×4×4的这么样子，用巨大的镐挖下来就可以是巨大原石。然后我们还需要打3桶岩浆，用来对付恶魂有用的。现在我们又回到了黑森林这里。黑森林这种地形呢，肯定是每个人见了都会觉得特别的恶心，又特别的厌倦。在这下面是漆黑的一片，就算你插了火把也是看不清的，还会刷特别多的怪。这里呢，我也找到了这个地下迷宫的入口，我们只要顺着这里下去，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战利品底座。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些战利品放在上面。哦，这只用放一个就行了，那这一个也放上吧。那么这里的门已经打开了，但是我们并不是要从这个门进去。哎，这是什么？怎么有一个得了小儿麻了个逼症的这个怪物啊？这就像抽了筋一样。把它干掉，哎，干掉的上面这个下半部分还在呀，你也是成精了。在这边呢，我们上一期已经看到了这个 BOSS 房间已经露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只要顺着这个地方挖下去，就可以找到 BOSS 的房间。这些石砖呢，它还有那个蠹虫，挖的时候还要小心一点。这个黑曜石已经看到了，我们只要顺着这个黑曜石挖下去，就可以找到 BOSS 的房间。这里这个房间就是的了。我们先把这个小浣熊给解决一下。然后我们需要把这旁边的火把插一下。那边还有个入口，我想把那个入口有，我还没有封这个入口，你就出来了，你别怪我不客气了啊！这个 BOSS 看他四处丢镰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实际上呢，他那个镰刀对你的伤害并没有多少，反而他的近战有时候会对你的伤害比较大。他的这个攻击的伤害判定也是有点悬。他有时候打你只掉半颗星，有时候一打就是2-3颗星。这个我也说不准，也没有去看过 wiki。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顺利的解决了一个好痛，这个伤害还是挺高的，所以呢尽量避免跟他们站得太近。然而他们的 AI 也是比较聪明的你前进他就会后退你后退他就前进，你想攻击他，所以呢也是有点困难的。那有观众问，为什么你怎么不用红石装置把它们搞定呢？其实这个地方它的空间太小了，如果你想用红石装置打败它在这种弹丸之地，你必须要挖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要挖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才能够摆下你的红石装置。我之前炸这个迷宫呢，也只是不
不想去走这个迷宫，因为我以前走过这个迷宫的，当时走这个迷宫就特别的头疼，在里面转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找到这个 BOSS 的房间。当时还是装的那个小地图，你看就算有小地图你也找不到这个房间，所以呢我干脆就直接把它给炸了，解一解我心头的这种痛恨。那么这个 BOSS 呢也差不多生命快到尽头了，就只剩这一个了干掉他我们就胜利了。哇，我都差点要死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战利品这个战利品几把镐子，几个头盔，我们把垃圾丢一下。在刚才的战利品中，我们找到了这个有精准采集的镐子。我们之前是一直没有精准采集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末影箱带着，就把它当成前影箱来使用。我们终于来到这个暮色高塔，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还是老办法，直接破墙而入。虽然这下面有入口，但是我不想从下面走，我们直接从上面走。这里呢，我的活塞也带好了，我们可以直接用活塞来推开这个墙壁。有这个墙壁呢，挖起来那肯定是有点难挖的。那么我们先用斧头来试一下。这个墙这么容易挖的吗？那我还摆出这些活塞干嘛？神经病啊！我们现在进来了，这上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反键方块。这个反键方块呢，我们待会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有什么作用。我们先用这个铺路机来铺一下路。这个铺路机呢，你只要面朝哪个方向，它就会往哪个方向来铺路。好，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反键方块。我们在这里往上面搭这个原石。好，继续往上面搭。好，大家看到了我只要往上面搭，它就会把我搭的这个方块给拆掉，无论什么方块，它都会给你拆掉。所以呢，这就让我想到了一种可以做刷石机的这种方法。除了它会拆你的方块，以前有的这个方块，如果你把它拆了它会给你补一个方块。但是这个反键方块呢，它有一个 bug， 它是无法来补这个水方块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把它拆了，再补一桶水它就没法给你修复了。在这个高塔上面还会有这种门，这种重现的方块呢，我们可以把它挖掉，把它挖回去，用来当我们家的自动门也是可以的。在高塔上面还会有这种上锁的门，这种上锁的门呢，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个塔钥匙才能够把它打开。但是谁他妈没事闲得蛋疼跑去找什么塔钥匙呢？直接从旁边挖开不就得了？我不知道这个设计到底有什么用。现在可以见识一下这个米诺陶战斧的威力了。这个米诺陶战斧蓄力可以造成额外伤害，还是名不虚传的。这些铁傀儡都并不是我的对手。